Hello， 大家好，我是阳光爸爸。今天是10月8号是任天堂 Switch OLED 版本的首发日。那这次运气不错Switch OLED 非常抢手，是要预约和抽奖才能买到的。然后呢，我在有的巴西卡梅拉，然后抽中了一个白颜色的 Switch OLED。OK， 那让我们开一下这个包装，我感觉跟原先那个 Switch 来比好像是整整小了一半。好了，这个呢是白颜色的，正好是我想要的那款。看一下，没有封条，一贯的做封。然后呢，打开，这个包装小了，感觉不错，不方便，我们横过来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本体，我们来看一下，漂亮，哇，它是钢琴漆然后侧边，我们先放一边吧，先看它里面包装的内容。然后两个白颜色的Joy-Con，我看了乍一眼看过去，Joy-Con的话，它的设计没有任何改变只是颜色变了。然后呢，因为没有激活过，按上去以后它灯是不亮的。这个也是OK， 拿开了以后呢，下面是我们现在看它的底座。它就是底座也有更新底座的尺寸我感觉没多大变化。哇，白颜色的果然好看里面的内胆是亮光漆的，然后底面也是压光的黑色，其他部分是白颜色。这个东西直接可以拿下来这东西也改进了。原先那个版本这边这个铰链经常会断掉。看到了这次更新了这个 LAN 的有线 LAN 的接口，电源 HDMI 有线 LAN 接口，还是2个 USB。OK， 我们看一下它的其他的配件。HDMI 的线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变化，然后电源适配器我感觉也好像没什么变化，39瓦15伏，但最高也支持到15伏，但是这个39瓦好像比原先那个是不是厉害了一点？不重要了，我估计这个电源是新旧兼容的。然后呢，这边上的这个叫 clip 还是怎么样的？它这个绳子的颜色有变化了变好看了，有一点点了。总体这个东西的设计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就这个绳子的颜色有变化了，漂亮了。OK， 然后这个也没有任何变化，跟之前那个版本感觉是一模一样。OK， 开玩笑，我们来看细节漂亮，前面钢琴漆太漂亮了，太美了。哎呀，这个按钮也是，这个是用来干嘛的？这个什么都不是感觉耳机孔散热孔变小了。这个是游戏卡槽。下面没什么大变化，一样的一个尾插2个螺丝。这2个喇叭太牛逼了区别就是在这里这个塑料，这是塑料吗？我怎么感觉它像金属一样？这是铝合金吧？也不知道，感觉好像比较凉，摸上去要不就是比较硬质的塑料。2个喇叭很厉害，长条形的，不知道音质改善多少。然后2个螺丝藏在这边螺丝我估计它是没什么变化。后面的 Y 字形螺丝只有这2颗吗？感觉一下稳不稳？真的很稳，任意角度这个体验真的太好了。我估计现在这个老的 Switch 没多少人用桌面模式，因为它太容易倒了。如果没有手柄架在上面的话，那真的很容易倒就这个样子。这个真的稳，那很多人就会在桌面模式下玩了，我估计。然后
侧面这个滑轨，侧面滑轨螺丝变小了，只有3颗，原先是5颗。OK， 哎呀，一个不当心就给弄脏了。它这个面板的材质，我发现啊，它默认就有一张膜在上面了，我感觉，它默认有张膜在上面啊，非常贴心啊。原先啊，我买的第一台奥德赛版，它是送了一张膜，是塑料的膜，是要我自己贴上去的。现在这个完美。OK， 接下来我们开机看一下吧。我们把它和续航版做比较一下。现在乍一看，好像我这个 OLED 版本是不是有点暗啊？这边调到最大了，那我也把它调到最大，这样公平一点。有没有发现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在我这个摄像屏幕里看，好像这个有点发黄，这个是发白的，但是我肉眼看上去是这个屏幕有点偏黄，然后这个是白的。我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个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画面的差距了。它这个显示的画面快接近它这个原先这个老版本的这个框的这个画面了，这感觉真的爽了好多。然后重量的话 ，OK， 我们的秤来了啊，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续航版的重量。不是续航版，我们的新版 OLED 版的重量321克，然后看一下续航版的。咦，它这个反而还重了啊！321跟314差了7克，几乎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手柄，新版的这个手柄47克，旧版的48克，右边52克，旧版的右边52克，那其实就是一模一样，手柄它根本就没有更新，刚才那1克是误差。然后我们插入游戏卡看一下吧。爽！我们这样做对比，比我们的续航版稍微长一点点。厚度有没有变化呢？本来我感觉它好像厚度是变薄了，这么一看的话，我感觉厚度就是没有变化，因为它这个滑轨啊，这个厚度定死了嘛，没有办法做得更薄了。这个是喇叭，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我把这边一按了，这个地方有缝了出来。我这个续航版有点往前翘，这样翘。这不玩，这个东西热胀冷缩，有点变形啊，正常范围之内。这边也是少了2颗螺丝啊。OK， 然后再看背面，从上面往下看，感觉有点单调啊。它的字应该都写在里面吧？对，序列号被贴在这个地方，我的序列号被暴露了。对，它这个铰链啊，手感很好，所以任何位置都可以固定下来。不知道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松动。SD 卡槽它是横过来插进去了，不像我们这样往下插的啊。然后这边写的什么？放大 MOD HEC 001 Input Entry 15伏 2.6 安。看一下续航版有没有写这个跟这个电源一样是15伏 2.6 安啊，所以它的变压器应该是没什么变化。好了，我们看一下游戏画面跟音质。哎呦妈呀！哎呦，大家看到没有？要当心啊！一上来我就划伤了啊！我刚碰到什么东西了？可能是这样把两个机器并在一起划伤的吧？
哎，这郁闷了，这真的郁闷了。虽然说它这是有张膜的，但我也不希望这张膜给受伤了。其实很明显，你看到没有？哎，算了。他说他音质变好了啊。我说的心里话啊，我感觉它这个音质改善不明显，然后颜色真的是很艳丽啊，有点太艳丽了吧，我感觉。啊，这个画面大确实爽一点。音质的话稍微有一点提升而已，但不明显，不像 iPhone 那样有这种低音感。哦，颜色太艳了。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啊。准备更新已经完成了，这么着急就要更新了，我都没看到系统版本号。好吧，就更新吧。整个操作体验是没太多区别的。13.00 OK。好了，基本上就这样子了。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附件，这个底座真的很漂亮啊，比起之前那什么各种动森啊、各种版本的底座来说啊，它这个重新设计过了啊，感觉是不一样。这次大量采用了这种亮光器啊，盖子也改良了。里面的散热应该改良了，你看这边都有孔，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一个蓝牙口啊，其他的也没什么，我估计功能也都差不多。看一下跟原版跟旧版，我这个旧版一直插着电源啊，刚拔电源的时候我发现它还是有点热的啊，这是我自己的标签啊，大家不用看了。大小也是啊，稍微宽了一点点，厚度也是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吧。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兼容的，我们试一下。我把这个续航版的机器给插到它这个新的底座上面去。也 OK，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新的 OLED 机器插到旧的底座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这个东西我就不接电测试了，肯定是 OK 的了。好了，那么这个新的 OLED 版的 Switch 的开箱和试用就到这里了。那接下来我还想做什么呢？下一期呢，我先把这个机器拆开来，我看一下它里面硬件到底有什么变化啊，跟这个续航版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然后呢，还有一个我想试一下，因为我听说它的 CPU 跟续航版的 CPU 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再分一期视频吧，我想试一下用那个 T 叉芯片能不能通过飞线的方式据说它的 eMMC 已经焊死了，那通过飞线的方式能不能破解这台机器因为能不能破解对我做那个 Switch 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好了，那我做个总结吧，我感觉这个机器就经常带出去玩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机器还是挺有必要，特别就是说喜欢放在桌子上玩的人的话，它这个支架体验太完美了，真的是很完美。那现在如果是现在已经有了续航版的或者老机器的人整个性能方面特别说，如果你经常跟杨根爸爸我一样就是只用电视机玩的话，其实没必要去换这台机器了。就经常带出去玩的人的话，这个大屏幕
给体验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好了，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杨根爸爸，我们下期再见，拜拜。